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别动，你累了，我抱你上去休息。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下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不再是平行线。还要走吗？你可不可以陪陪我？等我睡着了，你再走。好。今天下午，站在储存仓门口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我不行了。抱歉，是我们没准备好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是唐林针对我。不过，唐林是在怀疑我的身份吧？他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的秘密了？我和你们第二设计师林木帆林总监是相识很久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他的设计，我希望庄总能够把他调上来，我们三方亲自会面。应该没有。也是，如果他发现了的话，他应该就不会只是来公司求合作，也不会要求我打开加密门。幸好我今天猜到了加密门的密码，也幸好我的角膜是心。严星辰，你当初是恨我的吧？当初心妍来救我，才会出现那么大的事故。最后他离开了，我活了下来。如果他当时不来救我的话，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，也不用把眼角膜捐给我了。
曼宁，不是你的错。当初你会出事，也是因为你和心妍长得太像了。车祸的生存几率，你也没有办法预估。至于你的眼睛，是我下的决定，给你做移植的。星辰，心妍走了，但你要好好活着。我会活着，一定会好好活着。我要帮心妍完成她的遗愿，还要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你当时说，以后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我，对吗？我会告诉你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你太累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把汤林和刘光的事情解决完，我会一件一件慢慢说给你听。可是听话。我听你的。乖，快睡吧。星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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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星辰，星辰，我在呢，我在，你不要害怕，星辰，你听我说，我会陪着你的，我会保护你，只要我在，没有人能伤害你，没有人会伤害你的。星辰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对不对？你跟我来，你跟着我来。星辰，你听到了吗？严星辰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严星辰，严星辰。
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我还在黑名单里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微信也发不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把他手机黑了。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做，这样做把他手机炸了不就行了？炸了。他没手机，你没烦恼。我说你有没有脑子？哪有被拉黑之后还敢炸女生手机的？那还能和好吗？这一辈子全完蛋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去，我和你这个木头脑袋说不清楚。老大，老大，你怎么才来？事情解决了吗？元帅，拿上你的护照，马上去机场最近的一班飞机飞回去，务必要见到太医生，立刻带他离开。是。是我们计划泄露了吗？怎么连太医生也要？暂时没有，但是不代表以后没有。汤林和刘光绝对是有备而来，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绝对不能让他发现一丁点儿的破绽，不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全军覆没。注意安全。哎呀，老沈呀，幸亏呀，哎呀，还有你帮我，要不然这么一大单生意，我自己一个人还真搞不定。这谁呀？买这么多饮料？哎呀，大公司搞职工福利嘛，啊，弄一点这个小利小惠，笼络一下人心。我听说呀，是娜娜工作的那间，说不定还能碰见她呢。还是美娜乖啊，不像我那不争气的丫头，真是白养20年。哎呀，你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！来，抓紧时间去送货，带上果粒橙啊！走了走了。行，走吧。走走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走。他那样一个人，到底会梦到什么，才会那样？工作也不顺，漫画也不顺，竟然还有那2个家……切！我干嘛突然想起那2个人？哎，尤其啊是那个方向，简直就是混蛋中的战斗机。美娜，美娜，哎，美娜，你别跑啊！你给我2分钟，让我解释一下。上班时间哪有2分钟？哎，1分钟啊，不，30秒，10秒。那天我10秒钟到了啊，这么快？在我这里10秒钟就这么快。哎，等，我就说一句话。那天是我太急躁了，害怕老大的订婚宴被破坏，你又在旁边吵吵嚷嚷的，我就让元帅把你背出去，但是你咬了元帅一口，元帅一疼，是我太随意了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……方想，这是你道歉的态度吗？啊？你是不是嫌我命太长，想活活把我气死啊？啊！哪有人道歉，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身上的？还有这个，是我逼你的吗？不是。就没有见到过一个人道歉这么没有诚意的。啊，美娜，
林市长。庄总，我来找您，是因为设计部要确定下个项目的计划，有几个高定系列，想请您亲自过目一下。下一个系列的新品啊，这个我不太懂，可能要等严副总。我先看看。不会的，她就是庄心妍，她不可能会是那个女孩，更不会欺骗我。你真的相信现在这个人就真的是庄心妍吗？庄总，如果设计图您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可以直接修正、标注。好。我觉得这幅图的线条有点过于简洁了，应该把这条曲线还有这几条重新给搭建起来。走。啊？老董事长找你有事，现在立刻。外公怎么了？车在楼下等你。那这个项目我会处理。免费领取！来，不要钱的，不要钱的啊！公司的福利，大家尽管来拿啊！来，不要钱的啊！谢谢。来，公司的福利。哎呦，我一想到娜娜在这么好的公司，我这个心里啊，老沈啊，我怕一会儿不够分的，你把外边车里的都拿进来呗。好。这小老头啊！有啥心事都藏着掖着，哎呀，我这命啊！娜娜，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公司的工会呀，在咱们家那个便利店订了10几箱的饮料。非得让我来做那个什么免费的员工福利，我这不就把老沈拉过来了。公司工会啊！哎呦，你们公司真好！我一想到啊，你在这么好的公司上班，妈妈这心里就舒坦。妈啊，可是我们公司没有工会啊。不可能啊！咱们便利店公众号上的付款码都已经收到钱了，还多打了几10块呢。是吗？那个啊，免费的啊！来啊！给我。娜，哎，你看那个人，是不是曼宁啊？他不是在国外留学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他不是骗我们，骗老沈吧？妈，
他不是曼曼啊？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，他姓庄，叫庄心妍。他只是一个长得很像曼曼的人而已。你说他是？庄总，你要出门是吗？我在等你。不要紧，沉淀。可是他们说，时光往前走，别看，别看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。那你就应该知道，我已经猜到了什么。你猜到了什么不重要，那就把我应该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。好啊，但不是在这儿。你敢跟我走吗？曼宁，曼宁。大小姐，沉淀。你认错人了。认错人？我不姓沈，我也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曼。女儿，郭立成。你给我看看，你上哪儿了？啊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！出血啊？哪受伤了？我看看。为什么不能看啊？我不告诉你。啊，我的屁股！啊！你们真的找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我还有事情先走了。你不是我女儿，那你是谁？我总不能连自己养了20多年的女儿都不认识了吧？说呀！老沈，老沈，她是我外孙女。连这样都被他们躲过了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你们的破绽。这次啊，实在是时间太仓促了。若下次有缘，请二位到庄家好好做客。哎呦，哪里哪里，庄董事长太客气了。我听说沈先生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女长得很像，
是啊。哎呦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两个人长得很相似，那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嘛。我听说最近国外有哪个国家还在搞那个寻找二重身的活动呢。哎呦，好几千个长得像的人都聚在一块儿。我们家妍妍呀，是在国外长大的，有幸能跟你的女儿长得很相似，那就是缘分。有机会啊，让他们俩见见面，说不定一见面就能成至亲好友、生死之交呢。啊？是，庄董事长说的对，这长得像的人吧，多半都是有缘啊。可是我女儿她……就这么说定了，带贵千金来我们庄家，和心妍做个朋友啊！喝茶，喝茶。哎，你就别再想了，人家老人家都说了，那就是人家的外孙女儿，老人家还能骗我们吗？曼宁啊，就是在国外上大学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给她打个电话呗。她都1个多月没消息了，她能接我电话？你给她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？真是的，你这……唉。喂，爸。喂，曼宁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意大利啊。意大利哪儿啊？佛罗伦萨。曼宁，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别去交那些奇奇怪怪的朋友，也不要去做太危险的事。爸爸就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，早点回来。嗯。如果你没钱了，就跟爸爸说，爸爸辛苦一点没关系。爸爸希望你能够在外边吃饱穿暖。知道了，爸。怎么哭了，曼宁？别哭了啊，让同学瞧见了不好。爸爸知道你平安就好，给你省点电话费，挂了啊。心妍，心妍，外公，怎么一上午没见到星城？严星城，你俩吵架了？后悔了？
云南带回来的极品。我从来都不喝咖啡。为什么？会失眠，会做噩梦。在你的生活里，还有噩梦啊？当然，很多人都会被幼年的创伤所困扰，我也不例外。幼年创伤。2004年11月21号，那天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心妍刚刚吃完早餐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爸抱着她，准备带她去医院包扎。可是刚刚走到别墅门口的时候，庄家大阿姨和严先生的车，在海外分公司巡视的路途中，遭遇了车祸。严先生当场被爆身亡，庄家大阿姨下落不明。他们的儿子严毅，心妍当场就哭晕了过去。可庄老董事长却立即下令让他独自去海外，从此没有一个人知道心妍去了哪里。后来，他回来了，带着从未被人见过的未婚夫，坐稳了蓝海一星总裁的位置。我很敬佩有魄力的新总裁，但最大的问题是，他根本就不姓庄。他不姓庄，姓什么呀？他姓什么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我？你为什么把他带回来？为什么把他推上这个位置？你逼一个单纯的姑娘替心妍承受这么大的责任，这不公平。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？那你也不应该把你自己的责任让他来承担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100遍，我也不怕。可你呢？你敢把你手上的戒指摘下来吗？严毅。为了折腾，我带了20年，所以你准备好还给我了吗？别跑！抓我呀！别跑了！快一点！别跑！抓不着！快点救人！救人！放开我！你把我扣在这里，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就算是我不说出去你的身份，迟早有一天，庄家和蓝海的人都会发现的。如果我杀了你呢？严毅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心妍如果真的出事了，你应该诚实的告诉庄家，而不是把陌生的沈曼宁叫进来。你怎么知道沈曼宁？我在海外一带见过他。虽然我不相信什么2重身，但是曼宁真的是无辜的，她不应该被卷入这么危险的境地。如果你要做什么，你可以告诉我，
我可以帮你找心妍。心妍死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带心妍回来？我愿意把一个陌生人卷进庄家。你以为我不想告诉外公我回来了吗？是我不能。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心妍死了，庄家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蓝海一星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他们害了心妍。如果我不把幕后的黑手找出来，庄家还会有人受伤害，包括我，也可能是你。不可能，不会的！你放开我！我要去见老董事长，我要去见我爸。你谁都不能见。这场漩涡已经没有人能再逃开，没有人。怎么了？啊！你干嘛？谁叫你叫那么大声的？你还偷看？谁愿意看你？这点。好了，行了，起来吧。医生，怎么样？严重吗？很严重，要晚来一会儿啊，伤口自己就长好了。哦，不过狂犬疫苗还是得打啊。对，要打针吗？医生，一共要打几针？一共打3针，今天先把第1针疫苗打了吧。好。今天现在啊？对。能不能今天？不能。哎，你干嘛？不是打针吗？你家疫苗打屁股上啊？胳膊。穿好了没？没有。真慢！哎呀，赶紧过来，打针了。过来！哎呀，快点儿！穿好了没？哦，好了。我有个难言之隐。什么？我害怕。快点！你到底打不打？我还没打呢。哦，还没打呢。医生，快点！美娜，你等等我呀！美娜，哎呦，不行了，这个针眼太疼了。疫苗打的好像是胳膊吧？哦，我记错了。我说呢，我这个胳膊更疼。哎呦，针好像打的是右边。哎，美娜，我就说一句话，就一句。一句。我一句完了。对不起。那天我不应该急火攻心，为了不让你讲话就故意亲了你。无论有天大的理由，我没有尊重你，就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
我和元帅回来是要帮助老大的。抱歉，好多事情没办法向你说。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认识你，想和你做朋友的心是认真的。你能原谅我吗？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隐瞒什么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但是今天我妈和沈叔去到公司，我才发现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那天你做的事情我是很生气，但是算了。方想啊，我们不应该是朋友。为什么？连朋友都做不了吗？因为我不想再见你们。见面也不行？听不明白吗？我不想让自己再陷进去，我不想等你们离开的时候我一个人难过。一个人？梅奈，我们不会离开的。我喜欢的是元帅。吴外公，孩子，过来。外公，怎么这么晚都没睡啊？你呢？这么晚了还到处跑？我睡不着，就想着到处逛逛。怎么，现在没有他在身边，觉都睡不着了？您说什么呢，外公？哎呀，我跟他……哎，我们几周前种的这个花，怎么现在还是这么高啊？唉，长不了了，这一季的心血又白费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们平时太忙了，没人照料？还是说……不是。是这里太闷了。闷？这个家永远都是暗潮涌动，永远都是各怀心思，照不见阳光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人都不能喘息，何况这些花花草草呢？外公，花总要开在阳光下，不能强求，又何必强求呢？不会的，有阳光，有水，你们就不会死去。
这个。我想浇水。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仿佛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。好了。你还好吗？没好。我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还湿着呢。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奔赴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我们之间不再是平行线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吗？睡，我马上就去睡了。光一叔，好久不见，我来替我哥哥看看你。我还想，你哥什么时候能带你过来见我，没想到你先过来了。我哥呀，天天被公司那些事给绊住了，我可不想陪他来，再听他唠叨一遍生意上的事。我倒是很想听他说说这些。蓝海和刘光这么多年了，应该换换关系了。你也觉得我们两家该换换关系了？
老董事长，我是汤林，我来替我哥哥向您负荆请罪了。您不会赶我出门吧？我以为是哪家的小丫头，原来是汤家的掌上明珠啊！庄老董事长，我哥呀，虽然一直在商场上想跟蓝海一较上下，但在他心里，他对您、对蓝海一星都是敬佩的不得了。我们平时都是在各种会议场上见，这不，今天带着人带着礼物，特意来探望探望您。您一定不会赶我出门的，对吧？到了庄家就是客人，哪有赶客人出门的呢？您真好，那以后我就经常来看看您和光一叔，好不好？好。汤林，他怎么会来？啊，乖乖，来来来，松手，嘿嘿，真乖，给。哎，你个臭丫头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，就不能帮我做点事儿吗？一点儿都不如你曼宁姐姐。郭立成，来，玩去。妈，啊，你能不能别总提曼曼？你看沈叔叔都什么样了？好好的在国外上着学呢，也不知道他发的什么愁。哎，他不会是把那个什么庄总真的当成自己女儿了吧？你怎么敢保证就不是？人家家长都站出来了，还用怎么证明啊？哎呦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天真的人，你白活这么多年了。大家随意啊。鸿门宴吗？不然相亲宴？可惜我有女朋友了，不然这位美女是给您外孙女婿准备的。相亲宴我倒是不排斥，说不定真的能遇上自己喜欢的人呢。哦，今天呢，只是家宴，因为琳琳代表她哥哥来看我们，也算是化解流光和蓝海这么多年的竞争吧。我们作为长辈，招待一下理所当然。谢谢光一叔。应该谢谢你，琳琳今天还带了不少礼物，我看正好人多，就吩咐厨房一并料理了。妈，怎么全都是芒果啊？你发芒果采了？你又胡说八道！昨天啊，来了2个大学生做调查，非要问咱们家的女儿最喜欢吃什么，最不喜欢吃什么，我就把你和曼宁的口味都填上去了。后来他们愣是送了我2大箱芒果。哎呀，我多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有礼貌的年轻人了。社会调查？怎么还有人调查别人家口味的？是啊，可能又是那个口香糖销售的前调吧。那也不可能送芒果呀。哦，而且你明明知道曼曼芒果过敏的，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吃芒果，差点命都没了。怎么，不合庄小姐口味吗？听说庄小姐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果拌饭，我特地托人挑选的最大最好的海南芒果呢。看来庄小姐这是不准备给我化干戈为玉帛的面子，还是真的有什么说不出口的难言之隐呢？
Dottor Dai! Dottor Dai! Sala, cartelle cliniche. Vogliono le cartelle cliniche. Le cartelle cliniche dei decessi. Quelle 2 ragazze. Dottor Dai! Dottor Dai!知道了。好，我等你们回来。庄小姐还没动筷子啊？看来是真的不太喜欢吃水果餐。那不如……真的芒果会过敏，会出事的。那宁芒果过敏，你又不过敏，你抓紧时间给我吃。哎呀，我吃。这毕竟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饭，又是汤小姐亲自准备的，我当然要吃。